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飞行射击游戏《威虎战机》。今天是第3期，咱们要攻略的是第21到第30关。本期也是最后一期了。这款飞行射击游戏的流程非常长，所以说做了3期。第21关到第25关，实际上是一个 Boss Rush 的环节。本作不愧是卡普空出品的游戏，即使它是一款飞行射击游戏，还是加入了受害者大会的模式。第21关的 BOSS 叫做卫星，之前咱们打过这个 BOSS， 但是这里打的是威力加强版，也就是 PK 版。光荣直呼内行啊！这里的难点在于2个炮台移动的时候会发射出激光，激光咱们的吊舱无论摆在什么位置，无论是什么模式也是无法抵挡，而且卫星的中间能够发出巨大的能量球，能量球用吊舱也是无法抵挡。所以现在咱们打爆了一侧的炮台，再加上中间发射能量球的部位，所以说就简单多了。本期屏幕的左右2侧的图片我又换了一下，左边就是封面了，右边是咱们现在吊舱的模式前置。智能模式我实在是使不惯，但是有小伙伴说在游戏的后期智能模式实用性更高一些。第22关打的是 BOSS 飞龙，同样的也是一个威力加强版，中间是一个喷火器，喷出的火焰同样用吊舱也是挡不了的。但是 BOSS 其他的攻击方式就没什么危险了。打完之后，我迅速的晃动自己的摇杆，能够快速积攒咱们的炸弹。上一期有小伙伴给我科普说，大叔啊，你晃的还是慢。他在关卡的中间可以晃满3发炸弹。这个问题我想了一下，你手速快有什么可骄傲的？大家想一下这个逻辑啊。而且我使用的是键盘，所以说在晃动飞机的时候，轨迹就显得有些奇怪。第23关打的 BOSS 是三叶草航母，这个 BOSS 的名字可能官方有点搞错了，它的背景 BGM 名字是三叶草航母，但实际上这个 BOSS 的名字叫做四叶草。我觉得叫四叶草是比较合理的，因为大家仔细观察就发现它是有4个部位的，然后用中间核心的部分连接到一起。这个 BOSS 之前也打过，同样的，这里是威力加强版。需要躲的就是它发射出的激光，其他的地方没什么了，毕竟吊舱前置是不怕正面子弹的。4叶草现在剩2叶草了。中间还发射大的光球，然后炸裂成很多的普通子弹。注意你和 BOSS 的体位，如果你们2个贴得太近，那侧面的子弹就会对飞机造成威胁了。
我放完炸弹之后，除了清屏，中间还有2个旋转的火球，这就是炸弹主要的输出了，威力一般。四叶草没有叶了。我已经尽力了。过关之后攒出了2发炸弹。第24关的 BOSS 钢铁傀儡，一辆武装列车。火车头的部分是最难打的，之前的车厢都没什么，难度不高。中间有一门主炮，我不大确定主炮的子弹我能不能挡，但是我就默认我挡不了，因为到后面的 BOSS 有一款类似的主炮，它的子弹发射出来之后是分叉的，你站在中间，它正好射不到你。所以说还是不要分叉呀，显着身体特别不好。原本我的炸弹打本关是占有优势的，2发火球能够非常快速的清理两侧的炮台，但是它的小炮台有的时候是盖着盖子的，咱们打不到。这里有一个喷火器，只需要注意躲火焰就可以了。打车头的部分要小心一点，尤其是它向下贴近你的时候。这里出现了激光，但是屏幕上子弹多了会有一定程度的拖慢。炸弹数量还是比较充裕的，3发。等它贴得近了，咱们找机会再放。2门激光炮是被打爆了，但是它变成的2形态比较难对付，尤其是它比较喜欢贴你。等它的炮台闪光，迅速的放炸弹。吊舱真的是太给力了呀！我万万没想到，玩个打飞机游戏竟然有铁头功的模式。智能吊舱模式可以称为金钟罩，但是金钟罩我总感觉它的挡子弹的效果无法预测。第25关的 BOSS 血鹰，这次出场他已经全都红了。中间大型的能量球应该是挡不了的。等到 BOSS 完全展开之后，有2种打法。第一种打法我之前已经演示过了，是先拆它一侧的翅膀，
这样的话没有激光威胁，咱们有安全位可以站。第二种打法就是我现在的打法，快速的利用几发炸弹打他的弱点，把他秒掉。但是你的炸弹放没之后，就很难打他之后爆出来的驾驶舱了。因为如果咱们把后来的驾驶舱打爆的话，是有额外的分数奖励的。第26关，开场就打了一个加强版的蜘蛛战车。蜘蛛战车是本作第一关的 BOSS。这里的蜘蛛战车颜色和之前不一样，同样也算是一个加强版。本关实际上是有2条路线的，咱们可以选择左路或者右路。散弹的攻击力实在是太弱了，单向的话清一个小精英怪都清不掉，只能眼睁睁的看它飞出屏幕。所以打最终 BOSS 的时候，我的武器需要换一下，咱们换攻击的范围比较集中的激光。最终 BOSS 是一辆非常大型的战车，身上的炮台很多。如果咱们的攻击范围比较集中的话，就可以有意识的清除掉它左侧或者右侧的炮台，这样给咱们制造安全位。27关，看来是来到了敌方的机场，地面上停着很多的飞龙。这个飞龙应该是普通的，因为之前咱们打的加强版不是这个颜色。又一辆蜘蛛战车，看起来蜘蛛战车也像是飞龙一样量产了。捡到一个道具，能混2秒钟的无敌。地面不只是有飞龙战机，左边这架看起来是血鹰，右边的也是。这可能不是机场，是敌方的武器库啊！后面还有3关了，其中的29和30两关是连续的，所以说咱们打的常规关卡就只剩下了28关1关。这里的场景又出现了障碍物，这如果我没有分多期录制的话，一口气打到这里，视觉上早就疲劳了。这款游戏的长度实在是太消耗玩家的精力了。当然，打1个小时的飞机对体力也是巨大的挑战。这里有一个道具，捡到，混了一个无敌。没办法了，放了一个炸弹，又捡了一个魔比君。魔比君可以清屏。
虽然是一款飞行射击游戏，但是对道具的应用也非常重要。刚才捡到了一个加分数的道具，同样的，它也能够给你提供一小段的无敌时间。前方是第29关的 BOSS 战了。第29关的 BOSS 叫做卡特里奇枪手，一共有2个形态。这里就是给咱们最后更换武器、提升武器等级的机会。已经看见它的主炮了，我现在有4发炸弹，换武器。现在这个形态最讨厌的其实就是它2个出坦克的舱门，因为出来的坦克是能放激光的。我的子弹开的是连发，但是看起来这个连发还不能完全把激光射成一条直线，有些时候断断续续的。打完了第1形态，赶紧咱们攒一下炸弹。第2形态它又需要重新的安装炮台。2个肩部的炮台威胁其实不大，侧面的因为能发射激光，所以在安装的时候咱们就注意开始清理。中间的这门主炮就是之前我提到的分叉，看起来很凶，但是特别的虚。激光武器的炸弹和散弹的就不一样。虽然散弹的主武器平时是发散的，但是放大炸弹，攻击的范围还是比较窄的。激光是正好相反，它的攻击范围比较窄，但是放炸弹的时候是一个满屏的攻击。不过相对应的攻击力就不是那么高了。关卡数量已经切换到了30关，这里这个家伙又上来了，炮台又需要重新安装。第30关的时候，它的名字就变了。这里 BOSS 内部的驱动就是母脑德尔塔7代产生的维度解禁意识。这里 BOSS 的激光武器很多，但是因为它的武器太多了，导致屏幕也有一定程度的拖慢，反而是降低了游戏的难度。感觉它的炮台已经被清了一半多了。除了 BOSS 之外，咱们还需要小心地面的地板，翻上来也是有碰撞体积的。右侧应该是清完了。你看左边，咱们放一个炸弹切入进来。好的，这样已经打完了，通关。虽然是一款街机平台的飞行射击游戏，但是它的流程实在是太漫长了。如果你单单拿出来一关，它的游戏难度远远比
彩晶系的那些飞行射击游戏低很多，但就是胜在长度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飞行射击游戏《威虎战机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